大家好，我是金博，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的一个盘面走势。昨天的话是走的非常之起，非常爽啊，基本上也是在我们的这个掌控之内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它是怎么发生、怎么形成、怎么去做到、怎么吃到利润的。那昨天我们在这边录制视频的时候，已经把这条区间和这个线已经画出来了。那整个走势它都是在这个区间和这个线之上得到一个支撑。我们昨天视频上也预测过，我们来看一下吧。那在这个视频大家也可以去看啊，就是前面一个视频，这个区间，那我们觉得它还是会上去，跟我们的那种预测方法是一致的。或者在这一根触碰线，它在观察它的一个信号 K 点线，因为这个的话，它属于是一个比较快速下跌的一个打法。那如果它在这边震荡久了的话，它的上攻现在还是非常强的这么一种节奏。看到没有？它就是和这个均线上触碰，那实际上它的走势也是在这个均线上触碰。那昨天可能是跟这个公布核心 PCE 有关吧，还是这个伊朗也有一点关系。那整个走势的话又在快速下杀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些点我们能不能拿到，那以及是我们怎么去捕捉到这种信息的。那整个周四的话，它在这边出现两个高潮点，那我们其实还是在这边还是没有去做出它的一个操作手法，那其实是在这做我们的一个下跌空间。在这的话，它是有一些低量，但其实这种的话都算正常的。那这里就不怎么正常了，你看，那下跌的是一个大量的大均线上去的话是没有突破的，第一次，第二次，那第三次它已经是下破这个区间了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趋势能打法的厉害之处，也就是说，你看它在这进行一个三角。那这个三角它已经，你看这根 K 线，我们再画出来。那这根 K 线它已经跌破这个区间了，趋势能啊，它就是每个区间的一个区间打法，它都要经过一定的压力测试，然后到这。那昨天晚上我们是在小级别、超小级别去捕捉这种信息，那到这基本上你能吃满了，对不对？这边下来你都能吃得到，你就别说从那个上面了。那也就是说，这边还能做，你看昨天也是它的一个急速下跌，还能吃到这个点。然后面的话，基本上是我们当时也是预估它的一个下跌的话，它总会反弹的，但不要去追空，不要去追空。那出现这种信号，那大家就知道它什么时候停止，什么时候进入，什么时候了结你的利润。我们看一下现在的一个走势。那现在的话，它是如果是按趋势来的话，它是这个是比较弱的，也就是说，这个它的一个趋势动能的话没有这个强。那现在呢，它又回到这个区间，那区间的话，我们以它的为支撑嘛，看它的一个具体表现，然后再去做决定。我们呢，其实放小一眼可见啊，你看它是不是到达顶峰，它一个信号 K 被压制，然后的话这边又触及它的一个底线。也就是说，它等一下到这，其实到这就应该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表现了。这边有一点真空，那最好的话就是再等一下它下来的一个表现。如果它在这边有一个向下的趋势 K 线发起的话，那是最好的一个进入机会。然后它再等待它的一个均线测试，你看到没有？这种的话都是非常。我们再把趋势能一打开，它就知道它的一个高潮点和那个趋势动向，对不对？你看两个它都没有这个高嘛，那这边又形成这种多集合的一个低点。那我们就是以这个小级别的5分钟的信号 K 来等待它这边的一个K 线的一个表现，然后的话决定今天的一个走势。所以说大家都不用慌，你看到这些信息，你还有必要慌吗？对不对？
还有这个也是，你看它跟这个，我们看把这个解一下吧，其实都是一样的原理啊，都非常简单。你看这个，我们放大一点吧，其实都是一样的。那我们再，你看是不是一样的道理啊？这个也是一样的，这边，然后一些低量，一些低量，然后上去，然后这边加速，这边上冲的话，它是一个，相当于二次不破嘛，然后趋势能向下这种一种节奏。你看它又出现了，那后面看它有没有低量，很好的一个抉择啊。是不是一说大家都非常清楚了这种交易逻辑，大家就知道怎么去操作。那我们看一下新闻方面的一些内容吧。新闻方面呢，主要是这个伊朗又搞出小动作。我们每次都说他伊朗这个，你看又开始收费什么的，他的一个坏消息就是我们的一个好消息。那现在我们看一下它这个昨天的一个，也是把这种流动性给清算的差不多了。那再往下的话，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困难的。那上面这么多的流动性，我觉得它还会在往上的这么一种节奏。苹果公司这个涨价了就下跌了。微软昨天也说过，就是由于这个硬件上涨啊，它的成本也跟着上涨了。现在有一些长期持有者出现了一些亏损了。好，我们就耐心等待吧。其实大家都不用着急，这是非常好、容易的一个操作，对不对？那我觉得它会在这边有一些变化吧。好，感谢大家收听、观看，然后的话，喜欢的话点赞关注，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私信给我，谢谢大家。